各位朋友，金灿荣教授刚刚发表了一篇文章可以说是字字珠玑。金灿荣教授提出了一个担心，他说福建舰要入列了，我却有个担心。军迷朋友们这两天很兴奋，因为中国海军正式公布了福建舰电磁弹射的画面。歼35、歼 15T、空警600这3件套完成了弹射与降落的过程都十分顺滑。有细心的网友发现，早在几个月之前，这些机型就早已经开展过弹射和降落实验，这表明福建舰的技术状态已经相当成熟了，距离正式入列的时间不会太远。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也将借此正式迈入3航母时代。至于第4艘、第5艘、第6艘航母，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他们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福建舰的入列标志着中国海军航母作战实力的跨越式的提升。此前辽宁舰与山东舰均采用了滑跃起飞模式，存在着很多的明显的短板。一是无法搭载固定翼的预警机，只能依靠直升机提供预警支持，导致作战效能大幅的折扣。二是舰载机无法实现满油满弹的起飞，直接限制了作战半径。三是作战强度较低，每天只能完成50到70架次的飞机起降。福建舰则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固定翼的预警机空警600的列装大幅拓展了探测与控制距离，舰载机的起降架次显著增加，单次携油的这个油量与弹药量也明显的提升，作战半径随之进一步的扩大。不夸张的说，一个福建舰航母战斗群的战斗力可以媲美多个滑跃式的航母战斗群。关于福建舰入列的影响目前的各界看法不一。部分的中国军事专家认为福建舰的打击范围可以覆盖第二岛链，而一些西方的专家则提出尽管福建舰入列标志着中国在近海冲突的场景中与美国的技术差距正在迅速的缩小，但是西太平洋力量的平衡尚未发生根本的改变。他们给出的依据是中国在航母的使用经验与作战经验上不如美国丰富。从现有的战力来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东风快递的弹道导弹、轰6战略轰炸机、055型驱逐舰以及水下潜艇已经具备了打击第二岛链的能力。福建舰的加入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能力。此外随着新型舰载机歼35的逐步列装，辽宁舰与山东舰的作战能力也将得到大幅的提升。对于西方军事专家的观点我们需要客观的看待，其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乏自我安慰的成分。自从93阅兵之后多数西方专家已经承认中国军队的硬件水平已经实现质的飞跃，美国有的核心装备中国基本都有了当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解放军在航母作战经验方面确实存在着欠缺，这一短板急需弥补。我们承认作战经验的重要性，但绝不能将其绝对化。那么经验不足该如何解决呢？一方面尽可能的在贴近实战的环境中要加大训练的强度，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国际军事合作与交流。通过这两种方式作战能力必然能够得到有效的提升。从客观角度看其实美国也在帮助这个解放军提升战力这是间接的帮助。目前美国已将 60% 的海空兵的兵力部署到中国的周边，其卫星、潜艇、军舰、飞机每天都在中国沿海地区活动，导致解放军东部战区与南部战区的官兵没得休息。但换个角度想，这何尝不是一种免费的陪练呢？能有全球军事力量排名第一的高手充当陪练，对解放军战斗力的提升是有很大好处的。因此在这个笔者看来，解放军实战经验相对较少，虽是短板，但无需过度的放大。通过上述的措施这一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弥补的。如今从硬实力的层面来看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软实力方面仍存在不少的短板，尤其是在经略海洋、建设海洋强国的路径与战略意志上。
中国是典型的海陆复合型的国家，不少人认为中国是纯粹的陆权国家，不重视海洋，这是不对的。三国时期，孙权就曾经派遣将领率领船队抵达了台湾。明朝初期，郑和更是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呢，中国曾经长期的同时拥有强大的陆权与海权。不过呢，我们也需正视历史上的问题。过去我们对海洋力量的运用意志始终不足。郑和下西洋，中国社会并不支持，许多乡绅纷纷批评此举，劳民伤财。即便是拥有着经略海洋的先进技术，却缺乏长期坚持的战略意志。如今，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全面的成功，海上力量得以快速的崛起。但我们再次面临相似的挑战：如何科学的运用海洋的力量？是否具备长期坚定且可持续的经略海洋的战略意志呢？即便拥有再好的技术，如果无法合理的运用，最终也会只造成资源浪费。历史早已证明，仅拥有硬实力而缺乏匹配的软实力，就是战略意志与运用的能力，最终只会与伟大的时代机遇擦肩而过，如大航海时代。当下中国的战略家们正再次面临这一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重要的挑战。大家从金教授的字里行间来听出了什么了吗？那个意思啊，就是中国现在武力上已经足够了，武德充沛了，缺乏的是什么呀？缺乏的是战略意志和该动手时就动手的这种胆气。金教授话里话外的是恨铁不成钢啊，这么伟大的时代机遇摆在面前啊，对吧？俄乌战争啊，那个祖国统一的窗口期已经开了好几年了，中国在南海啊，已经基本上可以掌控局势了，但是呢，菲律宾是吧？这个跳梁小丑依然在南海蹦的，还没有动手。中国拥有了这么强大的海空军的力量，舰队，拿个走狗来练手啊？不然的话，哪里来的实战的经验呢？啊，所以说，中国的这些战略家们，赶快展现你们的战略意志吧，这才是金教授想说的一个重点。你们同意我的这个看法吗？点个订阅吧，咱们下期再聊。